拜登取消 G7 之后的行程，美债问题不解决，看来美国你是休想在国际事务上指点江山了。看来留给拜登的时间也不多了。大家好，我是吕哲。最近美国白宫发布了一条消息说，拜登计划在 G7 峰会之后进行亚太之行，部分行程取消了。也就是说，美国总统拜登现在还是受困于美债问题，准备放弃对亚太的关注。其实早在今年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发出了预警信号，美债问题不解决，政府很难在战略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决策。比方说，前几个月华尔街银行暴雷事件，老百姓的钱也取不出来了，你指望美国政府在其他问题上做出好的决策，显然说不过去。要知道，债务违约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将面临一系列严重后果。美国社会层面咱就不说了，工薪阶层的福利待遇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美国政府很难正面面对，包括长久以来的控枪问题，民间的犯罪率飙升都会走到一个新高的位置。内部矛盾美国政府解决不了，外部的危机来了，怎么还有精力应对呢？美国债务违约说来说去就是自己惹下的祸，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美国政府呢，就算是把事情往死胡同里走了，一方面是加息印钱，一面把这个工业制造往本土回流。美国这样的反常做法显然是吓到了其他国家，大范围的抛售美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走贸易渠道都开始用本币进行结算。美国这个时候想把债务扩大到更大的地步，已经是无力回天人家都不用你美元了，你再继续印钱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所以与其解决外部环境问题，不如回到本土踏踏实实的做好危机公关事务才是良策。而拜登决定在 G7 之后马不停蹄赶回美国国内处理债务问题，显然就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没有精力去世界上指点江山了。看来拜登总统的好日子算是走到头了。美国众议院和拜登总统在债务问题上进行磋商，众议院麦卡锡的意见是每年提高 1.5 万亿美元的上限作为条件与拜登谈判。这个消息一出等于是在告诉拜登你别当这个总统，因为美国一年的军费投入就占到了近1万亿美元，更别提其他的战略规划了所以拜登政府显然不会接受麦卡锡这样的刁难，但是呢，缩减开支又不得不履行。任何一位总统都在财务方面开源节流，而拜登所走的路子恰恰是军事扩张这样的旁门左道的路径。战争风险里哪顾得上什么节约财政呢？可问题是，其他总统都可以这样任性，但拜登是不可以的。当国会卸下了总统能够决定战争启动权之后这个美国拜登就算是被穿上小鞋了。军事冲突已经不是总统来说的算了，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才行。再加上国内一连串的经济坏账，美国现在是独木难支维持现状呢，债务危机又让美国已经没有了应对的时间，搞基金的改革又没有了团结的政治基础。总之美债问题就是一个导火索，未来美国的坏事会接踵而来，就算拜登你有3头6臂也很难招架了。你看，马上又是要到总统竞选了，看来你连任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好，今天吕志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